们都是我妹妹派来的吧？文文，从今天开始啊，你就有妹妹了，以后啊，好好照顾她，知道吗？还不认清自己的身份，你现在就是一个疯子，乖乖的在这疯人院里烂掉，才是你的归宿。就是你一个顾家病症的垃圾，还想跟他争宠？你还敢看我？我把你眼睛剜出来！顾文，你最近的情绪监测很平稳，认知测试也通过了。按照规定，你可以办理出院了。你的家人和朋友，我们已经通知了。出去记得按时吃药，定期去做心理疏导。顾晶晶，你费尽心思陷害我，还抢了我的设计去参加比赛，可你千算万算没算到，我提早还准备了一套更完善的设计方案。顾问在里面待了这么久，应该学会了如何控制情绪吧？以后再做出伤害晶晶的事情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顾问，我在跟你说话。文文、彻彻，还有小野和玉，你们以后啊要好好相处，往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啊，要互相保护，彼此照应，知道了吗？顾叔叔，我绝对不会让文文妹妹受到任何欺负的。顾问，我们为了来接你，特意推掉了和晶晶逛商场的行程。你看看你现在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，还敢跟我摆脸色？忘了当初是怎么进的精神病院吗？我从始至终没动过顾晶晶一根手指头。看你了，静静，静静。晶晶，还在嘴硬。我们当初是亲眼看到你划伤了晶晶，晶晶那么好的女孩子，你为什么总针对她？好女孩，你们三个傻子，被顾晶晶耍得团团转还不自知，真是可笑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你还有脸提晶晶？我看你这精神病还是没治好。月月，月月下手是重了点，但也是为了你好，给你长长记性，以后不准再说晶晶的坏话，知道了吗？我话还没说完，你走什么走？真当你从精神病院里出来，以前做的事就能一笔勾销吗？你就不能和晶晶好好学学，稍微长点心吗？整天摆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，真让人恶心。不是我，是他自己划破的。姐姐，你如果讨厌我的话，可以告诉我。你这样，我怕。死不悔改的东西！小小年纪，心肠这么狠，顾家怎么能养出你这种怪物？叔叔阿姨，依我看，顾文恐怕是有精神障碍。精神障碍？这种病会让人失去行为控制，产生被害妄想，总觉得别人针对自己。刚才的事，说不定就是他发病时的幻觉。张玉是心理学博士，他说的准没错。这孩子总是说些莫名其妙的话，我看早就不对劲了。像他这种情况，需要送进去及时治疗，不然以后还会伤人。先把他关到地下室，等医院的人过来。是，我幼稚，我不懂事，我有病，我不配跟你们三位大少爷做朋友。从今天起，桥归桥，路归路，我们之间
再无牵扯。你跟个疯子废什么话？这里离市区几10公里，他要想走，就让他自己走。装出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样子，给谁看的？别以为摆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，我们就能怜悯你。今晚是晶晶拿下全国青年奥制金奖的颁奖典礼，将会风光无限，而你只会像下水道的老鼠，永远见不得光。文文，文文，我来晚了，让你受苦了。都怪我，当初就不该放手让你回顾家。那家还有杨胜那帮混蛋，当初信誓旦旦跟我说会把你捧在手心里头，现在结果给你折磨成这个样子。走，哥带你去顾家报个公道。请问是顾问同志吗？我们找了你很久。你们是？我是青区科研部的李明。顾文同志在全国青年奥制大赛中设计的银龙芯片，经技术部门验证，足以让我国的科技水平实现跨代突破，跻身世界顶尖行列。文文，银龙芯片是你设计的，没想到你这么厉害。能为国家效力是我的荣幸，报效国家本来就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。今晚是奥制大赛的颁奖典礼，我想亲自去现场看看结果。顾文同志的意愿，我们尊重。1周以后我们再来接你，到时候我们会给你安排专属的科研团队。文文，相信我，等会儿到了会场，你一定是全场最耀眼的那个人。什么事？跟他们说，今天的事对我来说比项目重要得多，有任何问题，明天再说。雨琦哥哥，工作要紧，颁奖典礼我自己去就行，反正结果早晚会知道的。可我答应了要陪你。没关系的，你出来工作再过来也可以啊，反正宴会一时半会儿也结束不了。那好吧，我忙完工作就立马过来找你。对了，爸妈还在国外旅游，我已经让他们提前回来了。不要麻烦爸妈了，不要因为我耽误他们的行程。这怎么能是耽误呢？知道你现在这么出息，他们开心都来不及。行了，你先出发吧，我忙完就立马过来找你。今晚该让某些人看看，谁才是真正活在阴影里的人。顾总真是好福气啊！晶晶小姐不仅长得漂亮，能力还如此出众，真是虎父无犬女。张伯伯，您过奖了，我这点成绩在您面前就是班门弄斧，以后还需要多向您请教请教。这孩子呀，就是太懂事了，从小到大都没让我们操什么心。听说顾家还有一个千金，怎么没见来啊？我姐姐性格比较内向，不太适合跟人打交道。毕竟是顾总的女儿，想必也十分优秀吧？其实我姐姐前段时间的状态并不好，她不仅偷偷拿家里的钱出去花，有一次还情绪失控，差点置我于死地。爸爸妈妈也是没有办法，才将她送到了精神病院。不过已经出院了，还需要再康复一段时别这个逆女干什么？等典礼一结束，我马上把她从顾家户籍上除名，免得以后败坏顾家名声。希望顾先生言而有信，一定请将我逐出顾家。也请在场的各位
为我做个见证，也请在场的各位为我做个见证。这不是顾家那位大小姐吗？真美。听说她之前精神不太好，看这样子也不像啊。之前叫你来你不来，原来在私底下搞这些旁门左道。不要以为你穿了身高定来宴会厅，我们就会对你另眼相看。昨天还装得挺有尊严，今天还不是在宴会开始前舔着个脸回来蹭晶晶的？你们凭什么觉得我来这儿是为了顾晶晶？她配吗？你还敢对晶晶出言不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是被全国青年奥制大赛的组委会正式邀请。林总，不愧是您，和欧洲那边合作的100亿订单终于敲定了，这可是咱们今年最大一笔合作。订单的事让业务部跟进，赶快备车去星辰大厦。现在就去？您不是刚忙完？我妹妹的颁奖典礼，我必须要。是。对了，今天是我妹妹领奖的日子，帮我准备几份大礼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她值得拥有最好。全国奥制大赛的邀请函不都是红色封皮吗？哪来的金色？就是这种级别的赛事邀请函，比清北大学录取通知书还金贵，怎么可能发给你？怕不是小商品市场批发的吧？我看他就是臆想症又犯了，想伪造身份混进。一群井底之蛙，金色封皮是给金奖得主的专属印记，你们没见过很正常。你当我们是傻子？就你那成绩，能把惩罚口诀表背下来就不错了，还拿全国金奖。我看你是药吃少了，又开始胡说了吧？文文啊，文文，你就算嫉妒晶晶，也不能使用这种手段啊！你成绩不好，妈可以花钱给你补课，但你弄虚作假，真的让妈寒心啊！我这成绩，亏你们还有脸提！我每次考多少分，排多少名，你们有正眼看过吗？你这孩子，嚷什么呀？你考多少分，妈能不知道吗？不就是……哎，老公，他上次考多少分来着？我整天在公司忙得脚不挨地，家里不是你管吗？问我干什么？我以为你盯着他学习呢。反正他的成绩单我从来没见过。行了，别在这演父慈母爱了。你们记不记得不重要。你的成绩还用想吗？用脚趾头都能想出来，不好。你在林家那种普通家庭里待了那么多年，你能有什么出息？我们晶晶可就不一样了，那从小被名师手把手教打的，你拿什么跟他比？没错，晶晶从小学到大学都是拔尖的，拿奖拿到手软。你在这装什么学霸碰瓷？是不是碰瓷？不必去争，等到颁奖仪式开始，大家自然会知道。各位来宾，晚上好，欢迎来到全国青年奥制大赛颁奖典礼现场。本次大赛历经数日层层选拔，在上万名人才中选出最终的获奖选手，即将揭晓荣誉。奥制大赛作为全国科技领域含金量最高的赛事，自成立以来，首次由我云城的选手获得了金奖的至高荣誉。而创造这份荣誉的，就是顾氏家族顾亚峰先生的千金。让我们掌声送给顾氏和这位天才少女。晶晶啊，我的好女儿，爸爸就知道你一定行。这个金奖拿得漂亮，给我们顾家长足了面子。以后云城谁不知道我顾亚峰的女儿是全国顶尖的科技人才？我们晶晶啊，从小就聪明，能获得今天的成绩，妈妈一点都不意外。我的好女儿，晶晶是金子，到哪都会发光，不像有些人拿了个假的邀请函来哄人，现在连上台的机会都没有。晶晶，你赶紧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获奖心得，让有些人学学什么叫真正的实力。姐姐，你的一切都会是我顾晶晶的。顾晶晶，我倒要看看你还能笑多久。晶晶，你干什么呢？这不是我的设计方案吗？现在是我的方案，你要这些破数据也没有什么用。你怎么能偷我方案呢？
你知不知道，这是我熬了无数个通宵，做了3年的实验才做出来的成果？你还我方案！你不能这样！凭什么你生来就是坐享荣华富贵的千金小姐，而我只能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苦日子？姐姐，别怪我心狠，要怪就怪你挡了我的路。这来麻烦你了。晶晶，感谢各位来宾的祝贺。首先，我要感谢我的爸爸和妈妈，是他们从小给我最好的教育资源，没有他们，也就没有我的今天。然后，我还要感谢我的好朋友们，尤其是我的杨彻哥哥，是他在我被塞最低谷的时候给我打气，为我加油。可以说，我获得的这份荣誉也有大家的一份。实在抱歉各位观众，因后台工作人员核对失误，刚才播报获奖人选有误，现在重新宣布，本次全国青年奥制大赛获得金奖的是顾雯小姐。当然，晶晶小姐也很优秀，获得了赛事的银奖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主持人，你再核对一下。我的女儿晶晶为这次比赛准备了很久，这奖项怎么会是顾雯呢？对，肯定有问题。当时还在精神病院，怎么可能一下子就获得了这个金奖？顾雯小姐作为全国青年奥制大赛开办以来第一个获得金奖的选手，她的设计成果对国家科技领域具有重要的突破，岂容你在这里造次，质疑大赛结果？你们引以为傲的掌上明珠，在我眼里，只是一个会窃取别人方案、装腔作势的跳梁小丑。他能拿银奖，也是窃取了我的设计方案，真以为自己多厉害。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顾雯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作弊，你最好赶紧交代，把荣誉还给晶晶。没错，晶晶从小接受的是精英式的教育，这次比赛前我还从国外给她请老师进行辅导，凭什么还不如你？凭我有这个能力。可笑至极！奥制大赛金奖是需要国内外所有评委的认可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是什么水平，我们还不清楚。你能拿金奖，肯定是用了什么不正当的手段。顾雯，为了你好，我奉劝你坦白你作弊的事实，把成绩让给晶晶，这样至少不会让我们那么厌恶。我的成绩货真价实，你凭什么质疑我？文文，你这孩子，大家质疑你是为了你好。你要是真使用了不干净的手段，现在赶紧承认，我们还能向组委会替你求个情。要是被查出来了，不仅你会身败名裂，还会连累我们顾家一起颜面扫地。够了！顾雯小姐的作品经过组委会多轮审核，并不存在任何作弊的行为。你们要是再在这里造谣生事，扰乱典礼秩序，我马上让安保人员轰你们出去。他从小遗世在外，10多年没有接受过好的教育，怎么可能变得这么聪明？这根本说不通啊！你们看好了，一个评委打出满分，你们或许可以吃，但是所有评委都不约而同的打出满分。你告诉我，这怎么可能是作弊？什么？所有评委都给满分？顾晶晶一个养女得了奖，你们一个个笑得合不拢嘴。自己的亲生女儿得了奖，再看看你们嘴里还有半点开心吗？对一个养女比对自己的亲生女儿还好，你们对我可真好啊！你个逆女！这一巴掌我挨了，算是还了你们顾家这些年的恩情。从此以后，我跟你们顾家
一刀两断，再无任何瓜葛。顾问小姐，恭喜你获得全国青年奥智大赛金奖。您的设计是我国科技领域的宝贵财富，我们全体组委会成员都为你感到骄傲。谢谢。文文，你去哪儿？我去哪儿，还用得着跟你们报备吗？你这个逆女！你看看，你把你爸气成什么样了？白眼狼，你这个养不出的白眼狼！早知道就不应该把你接回顾家，早知道你这么忘恩负义，我们当初就应该把你留在穷地方待一辈子。姐姐，你怎么能跟爸爸说话这么大逆不道呢？爸爸也是为了你好啊！况且你能有今天的成就，除了你自己的努力，也离不开爸妈给你的生活，还有杨彻哥哥他们对你的照顾啊！你不能因为现在自己好了，就忘了我们对你的好啊！顾晶晶，别再惺惺作态了，恶不恶心？我不需要你这种虚伪的关心与支持。我能有今天的成绩，全都是靠我自己的努力，跟你们没有一分一毫的关系。顾文，你别太过分。晶晶好心劝你，你不领情也就罢了，还恶语相加，赶紧给晶晶道歉，别逼我们动手。就是，别以为自己拿了个金奖就了不起，晶晶被你夺走了本该属于她的荣誉，已经够委屈了。你现在还这么欺负她，赶紧道歉。顾文，你能拿金奖本来就是个侥幸，别真的把自己当个人物，赶紧给晶晶认错。你们没资格管我。杨彻哥哥，我没关系的。姐姐一定是心里有气才会说这种话。姐姐，如果你有火的话，就冲我发吧，千万不要迁怒于其他人。我也不希望你因为我而跟其他人的关系闹得这么僵。文文，你能不能懂点事儿？晶晶为了这次比赛熬了多少个通宵，付出了多少努力，结果被你夺去了金奖。他心里已经够难受了，你现在还摆出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，对着晶晶和杨彻他们恶语相向，你的良心就不会痛吗？你以为你得了个什么金奖就很了不起吗？在我们面前，你依旧一文不值。赶紧给晶晶道歉，别逼我们动手。没错，不要以为拿了个金奖就能翻身，在我们眼里永远也比不上晶晶。像你这种有一点成就就沾沾自喜、目中无人的人，你的眼界也就这么点儿了，想跟晶晶比差远了，赶紧给她道歉。今天你不道歉，休想离开这里。放开！文文，敢欺负文文，找死！混蛋！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让你在云城直接消失？我管你是谁，就算是天王老子欺负文文，我也照样收拾。你个王八蛋！杨彻哥哥是杨氏集团继承人，刘野是云城顶级赛车手，张玉是顶级的心理专家。你敢打他们，你就等着被这几大家族联合报复吧！我再说一遍，不管你们是谁，只要敢动我们一根手指头，我绝不会饶了他。今天只是给你们点教训，再敢放肆，我让你们横着出这个门！还敢出言不逊！你敢打我？因为你该打！混账东西，竟然为了一个外人而打你妹妹，你是又疯了吗？我打顾晶晶是因为她活该，轮不到你管。你这帮混蛋，偏心、虚伪、是非不分，根本不配做他的家人，甚至不配做人。逆女，这就是你交的什么下九流的朋友？竟敢对长辈动手，简直无法无天了！赶紧和这个混蛋滚过来，给我赔礼道歉！他现在和你们顾家没有半点关系，你没资格对他指手画脚。还有你们，以后都给我离文文远点儿！只要再敢欺负他，别怪我对你们不留任何情面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也配对我们说教？雨琦哥哥是我的家人。家人？真是可笑，一个下等人竟能当我们顾家千金的哥哥，传出去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？
可笑吗？你们有钱有势，可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在顾家这些年，你们有谁真正帮过我？我在受欺负的时候，有谁护过我？我在受污蔑的时候，你们哪怕相信过我一次吗？你清醒一点吧！你以为你拿的奥智大赛金奖是你的本事吗？要不是我带你进入上流社会，融入高端的圈子，接受我们的熏陶，就凭你们林家那种穷圈子，你哪有那种见识和眼界？你们还真是会给脸上贴金呀！怎么，你们这些上等人都这么不要脸吗？你这个逆女！顾家把你接回来，供你吃供你穿，让你成为人人敬仰的顾家千金，就连每个月给你的零花钱都是你想都不敢想的数字，这还不够满足吗？啊！非要把天上的星星摘下来，你才满意吗？供我吃喝住豪宅，还有零花钱。顾亚峰，你脑子的神经是不是搭错了？我怎么不记得我在顾家有过一天好吃好喝呀？还有零花钱。混账东西！事到如今你还敢狡辩？自从把你接回顾家以来，我就吩咐公司财务每周给你5万元零花钱，1个月20万，这还不够你花吗？别说20万了，我1分钱也没有收到。顾家这么大的家产，会差你那点零花钱？顾文，你撒谎能不能找一个靠谱一点的？拿没收到钱当说辞，你也太没水平了。顾文，你是不是在精神病院待着？现在脑子又不清醒了是吧？顾总亲自吩咐下去的事情，财务怎么可能敢不办？怕不是你自己把钱花光了，现在故意装失忆了吧？我每个月在公司支出报表上都能看到这20万元的记录，你还在这嘴硬，我看你这是故意找茬。我说没收到，就是没收到。好，我现在给公司财务打电话，我看你这嘴还能硬到什么时候？喂，财务吧，我问你，这几年公司账户上给顾文账户总共打了多少钱？我让你现在立刻马上告诉我。好的，顾总。顾总，查到了，这几年公司账户里从来没有给大小姐转过钱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们把顾文接回顾家以来，我吩咐财务每个月给他5万元零花钱，你们财务做什么的？为什么不听的话？顾总，您确实吩咐过，之前确实已经准备好给大小姐转钱了。可是后来，夫人突然叫停，让我把每个星期的5万块全部转到晶晶小姐的账户里。我也是按夫人的吩咐办的呀。文文，妈妈怎么会故意不给你钱呢？妈妈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，为我好。你是有多讨厌我，多喜欢顾晶晶呀？把我的零花钱转到她的账户上。你这样自私虚伪的人，根本不配当妈。不是的，我真的是为了她好。她从小到大没见过什么钱，一下子给她20万，她哪里能把持得住？万一因为花钱学坏了，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，那才是真的追悔莫及呀！不给我转钱，怕我学坏？那你给顾晶晶转钱，就不怕她学坏吗？还是说我在你眼里就那么不堪？晶晶从小是我一手带大的，她乖巧懂事，怎么可能学坏呢？倒是你，从小在那种普通家庭长大的，没见过什么世面，一下子给你这么多钱，万一被坏人利用，那真的是毁了你。文文，你要理解妈的良苦用心，知道了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知道了。你们是真心还是假意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没错，文文，这样偏心虚伪的家人，趁早离开，彻底断绝关系才好。你放心，以后有我在，绝不会再让你受一点委屈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我们之间的家事，轮得到你一个外人插手吗？赶紧滚远点！你又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对我说教？你真的要和我们杨氏还有顾家作对？你可要想清楚后果，这可不是你能负担得起的。你们的破事儿，还不配让我来插手。但是如果要欺负文文，那我必定会让你们付出千百倍的代价。姐姐，你也太过分了！你就这样放任一个外人这样欺负你的家人和朋友吗？家人、朋友，你们不配！我的家人只有雨姬哥哥一家，对我而言，
你们都是陌生人。你这个孽女，顾家好心把你从穷窝子接回来，让你穿名牌住豪宅，让你成为人人敬仰的顾家千金，你就这么对我们的吗？啊！你和他连血缘都没有，婉婉，你真的要忘恩负义吗？可笑！当年我被你们弄丢在外，从小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，长大以后你们把我接回来，我本以为我终于能有个家，可是你们是怎么做的？顾晶晶处处欺负我，你们当作没有看到我在比赛上被污蔑，你们不问真相就诋毁我，你们带给我的只有痛苦，哪来的恩情？没事，文文，顾家不要你，我林家要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林家名正言顺的千金。雨琦哥哥，谢谢你。从今往后，我只认林家，顾家的一切都与我没有关系。还林家千金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云城顶流的林家，真把自己当成大人物。哼！要是真的是云城第一的林家，顾文巴不得留下，怎么可能现在回来？顾文，你知不知道外面有多少人羡慕你顾家大小姐的身份，挤破脑袋想结识我们，融入我们的圈子？你们的圈子我避之不及，顾家千金这个身份对我来说就是个枷锁，我早就想丢掉了。顾文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不想眼睁睁地看着你跳入火坑，别再执迷不悟了。顾文，你可要想清楚后果。没错，林家是普通家庭，但我在林家的几年，每天过得踏实快乐。雨琦哥哥对我疼爱，林爸爸、林妈妈对我疼爱有加，反倒是回到你们身边，我每天过得度日如年，苦不堪言。对我来说，你们才是真正的火坑。婉婉，你怎么能说出这么伤人心的话呢？我们都是你挚爱的亲朋，你怎么把我们说的这么不堪呢？挚爱、亲朋，我可担当不起。顾文，我承认我们对你的关心实在太少，但你也不能因为这个就离家出走，然后随便找个人来陪你演戏，为了博取我们对你的同情，简直可笑。杨彻，到底是谁给你的自信，让你觉得我需要靠演戏来博你的同情？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够了，顾文，你不就是想要多一点关注吗？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们以后多抽出点时间来陪你，这样你总满意了吧？你对我虚伪的关心，我不需要。雨琦哥哥对我的关心是发自内心的，那才是我真正想要的。顾文，你确定要为了这个外人放弃我们小时候的约定吗？杨彻哥哥，等我们长大了，我们要永远在一起，好不好？小时候的话我没有忘，可现在你已经变了，你的眼里只有顾晶晶，对我却视而不见。凭什么只准你对我无情，不准我离开你？你还有脸提过去？当初你接文文回顾家的时候，跟我保证会好好保护她，结果呢？她在顾家被顾晶晶那么欺负，你装看不见。她熬了无数个夜拿下的金奖，你第一个质疑她。你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指责她？配吗？可笑！你真以为她得了个金奖就能摆脱你们的穷苦日子吗？你知不知道一款限量款豪华跑车需要多少钱吗？一个带花园的别墅又要多少钱吗？你根本不懂上层社会的生活，还敢在这儿装模作样。是啊，林雨琦，你把自己说的这么厉害，你倒是给他锦衣玉食的生活，你有这个本事？他不是刚拿了一个金奖，你口口声声说对他好，怎么着也得有点表示吧？该不会连一件像样的礼物都拿不出来了？我当然为文文准备好了，早就准备好了。一个下等家庭的孩子能准备什么东西？莫不是从旧货市场批发的廉价玩意？你们别太过分。雨琦哥哥送我的东西，不管值不值钱，我都喜欢。不像你们，眼里只有钱，根本不懂真心的可贵。没事，文文，就让我打他们的脸。既然有礼物，那就赶紧拿出来，让我们开开眼界啊！就是啊，快点拿出来啊！我求你快点打我们的脸。既然你们这么想看，那我就成全。
文文，这6份礼物，笔者66大顺，祝你以后顺顺利利，也庆祝你拿下金奖。哥伦比亚无烧鸽血红宝石胸针，18K 白金镶嵌钻石环绕，寓意小姐浴火重生，绽放光芒。瑞士顶级品牌定制蓝钻腕表，全球限量3枚，象征小姐成就非凡。什么？18K 白金打造，镶嵌28颗，总重15克拉无烧红宝石，搭配碎钻编织星纹，寓意小姐加冕荣耀，万众瞩目。缅甸老科满绿帝王玉手镯，无纹无裂，色彩均匀浓郁。12.6克拉浓彩黄钻，梨形切割，周围镶嵌碎钻，全球仅1枚。总重38克拉天然皇家蓝宝石，配钻石链托。因为准备时间比较紧迫，所以这几份的礼物品质稍微差了些。但是你放心，爸妈给你准备了大礼，等他们回来，给你一个惊喜。我的天，这还叫品质差？随便一件都够普通人奋斗一辈子，简直毫无人性。是呀，这每一件东西都可以说是无价之宝了。这林先生对顾小姐也太好了吧？雨琦哥哥，你不用这么破费的，这些礼物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没什么，只要你开心就好。你看顾家亲女儿拿了金奖，却一点表示都没有，还不如一个外人上心呢。就是啊，之前还嘲讽人家拿不出好东西，现在被打脸了吧？各位，我的礼物已经送到了，不知道作为文文挚爱亲朋的你们准备了什么礼物呢？不会连我这个外人都比不上，还是说你们打一开始就没打算给文文准备庆祝礼物？怎么会呢？文文是我女儿，她拿了大奖，我们当然给准备了礼物。老公，快把你给文文准备的礼物拿出来吧。我哪准备礼物了？家里不都是一直你在负责吗？怎么不提前告诉我？我以为你早就准备了呢，所以我没操这个心。再说了，以文文这个水平，谁能想到她能拿金奖啊？我以前没当回事儿。你不知道，难道我就知道吗？现在说这个事还有什么用？行了，别演了。你们送不送礼物，对我而言一点都不重要，因为我从始至终就从来没期待过。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爸妈呢？爸妈只是没有料到你能拿奖，所以一时没有准备而已。况且你之前的精神状态不太对劲儿，我们大家都没敢太对你抱希望。就是，我们能接你回来，给你幸福的日子，这已经是你莫大的幸运。有没有礼物，又怎么样？没错，而且大家不会真的以为这些贵重礼物都是真的吧？杨彻，你把话说清楚。不过是随便请了几个演员当礼仪小姐，拿些假货糊弄人，撑撑场面罢了。大家不会真的以为他能拿出这些礼物吧？我已经派人去查了，林雨琦那小子家就住在城郊的一个老破小，全家就靠楼下10几平米的小超市维持生计，稳定的工作都没有。这种家境怎么可能拿得出这种天价的礼物？简直是天方夜谭。对，我想起来了，前几年我们去接顾文的时候，他住的那个老小区墙皮都掉渣了。要不是阿彻提，我都忘记了这阵。这小子肯定是装的。我之前还以为你有几分实力呢，原来从头到尾都是在装。我就说嘛，口气这么狂，原来啊就是个徒有虚表的废物。还是杨少眼光比较毒辣，一眼就识破他们的伪装了。我就说，哪有这么大方的人？原来是拿假货收门面，这也太虚了。可不是嘛，这下被拆穿了，脸都要丢尽了。难怪顾家不待见他，这种爱装爱慕虚荣的性子，谁能喜欢啊？真是白瞎了金奖，人品漏场，就算有才华又怎么样？顾恩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为了让我们高看你，为了引起我们的关注，你屡次使用下作的手段弄虚作假。你以为你装出一副被人捧在手心的样子，我们就能对你另眼相看吗？我告诉你，不会的，这样只会让我们更加厌恶你，甚至恶心。你爱失望不失望？我顾文的人生不需要得到你的认可，我也根本不在意你的看法。混账东西，你还在这嘴硬？你以为你找一个人演一出假惺惺的戏码，就可以骗取我们的亏欠？
然后让我原谅你是吗？你简直是白日做梦。不过眼下这么多宾客看着，我也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僵，这样丢的是顾家人的脸。我现在给你台阶，跪下，给这里所有的人认错。我姑且可以考虑让你重新回归顾家。没必要，我压根儿没想回到你们冰冷冷的顾家。这个是拟定好的断绝关系协议，你只要签了它，从今天起，文文和你们顾家彻底撇清关系。文文，你可别做傻事儿啊！你爸爸他脾气不好，你要真签了他，以后在你爸爸面前跪上3天3夜，他也不会再认回你做女儿了。快，把这协议赶紧收回去，咱们有话好好说啊！别浪费时间了，签吧。混账！你真以为我不敢签？既然你要自断后路、自讨苦吃，那我今天就答应让你后悔一辈子。喂，谁呀？我正忙着呢。您好，是顾亚峰先生吗？感谢您培养出顾文同志这样优秀的人才。1周后，我们将派人接他参与龙国核心芯片项目研究。作为补偿，我们会在后续给顾家提供政策扶持与专项奖励。军方还芯片项目，你们演戏能不能演得真实一点？你以为我是没见过世面的傻子，就信你这唬人的鬼话？胡说！谁打电话？你年纪轻轻不学好，满脑子都是歪门邪道。之前用假货撑场面被戳破还不够，现在正找个骗子来骗我是军方。你知道芯片项目是什么吗？啊，竟敢吹这种牛！你当我们是3岁小孩在这糊弄我们呢？姐姐，你也太搞笑了吧！之前装有钱人也就算了，现在连军方和国家项目的热度你都敢蹭，这要是让真军方知道了，你就等着被抓去坐牢吧！我看他是走投无路急疯了，知道和我们断绝关系就没了靠山，才编出这种荒唐化的理由让我们服软。可惜啊，顾叔眼明心亮，一眼就看出你那点小心思。我参与什么项目，还轮不到你们来议论。你不是要跟我断绝关系吗？笔就在你手里，赶紧签。到这个时候你还嘴硬？好，我就把你逐出家门。不行，他毕竟刚拿了大赛金奖，现在正是有热度的时候。要是把他留在顾家，借着这股热度给公司拉投资做宣传，说不定能让顾氏企业再上一个台阶，绝不能就这么了断了关系。身上流的是我顾家的血，一辈子都改不了。若是让全人知道我顾亚峰的女儿跟着一个开小超市的混，传出去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？想给我断亲，没门儿！哎呀，老公，你看你这脾气，你跟个孩子较什么劲儿呢？再说文文她脑子本来就不灵光，做事没分寸啊！我看有病的是你们吧？刚刚口口声声说要断亲，现在又把协议撕毁。不过无所谓了，我跟顾家划清界限的决心都不会变。顾文，你闹够了没有？当着这么多的宾客面前，你还嫌丢脸丢的不够多吗？非要把大家的脸都丢光，你才甘心吗？从今天开始，顾家的顾文已经死了，只有不为家族利益妥协，为自己而活的顾文。文文，都怪我当初没有坚持留下你，才让你受这么多的苦。你放心，以前你在顾家受的委屈、吃的苦，我都会加倍弥补你，绝对不会再让你受一点委屈。你弥补个屁呀！顾文留在顾家，留在我们身边才是正确的选择。只有我们才能给到他别人挤破头都得不到的上流生活。你要是真为他好，就劝他别再执迷不悟。我要是都给不了他想要的生活，那你更没这个资格。你是不是入戏太深了？真把自己当人物了？井底之蛙，阿少的公司跟星耀集团达成了合作。星耀集团知道那是龙国第一科技公司，旗下资产遍布全国，海外的影响也是举足轻重。你拿什么跟他比？跟他说这些干什么？他一个家里开小卖部的穷屌丝，估计连星耀集团的大门朝哪开都不知道，哪能想象得到那种级别的合作呀？星耀集团居然会跟你有合作？那是自然，杨彻哥哥年轻有为，能力出众，自然是比你这个废物强100倍。
再加上有我亲手设计的顶级科研方案，星耀集团自然会抛出橄榄枝，求着我们合作。顾晶晶，你盗窃我这些年的研究成果，现在居然当着大家的面说是你自己的成果，你就一点羞耻心都没有吗？你可别在这颠倒黑白、血口喷人！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方案是你写的？你以为你在这装可怜，大家就会相信你泼妇骂街的鬼话吗？可惜，真是可惜。可惜什么？少装神弄鬼，有话直说。可惜，从今天起，星耀集团和你们杨氏的所有合作就到头了。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？真把自己当星耀的总裁了？一个开小卖部的也敢说断了我和星耀的合作，也不怕被人笑掉大牙？普边，星耀集团势力庞大，旗下产业遍布全国，海外分公司都有几十家。像你这种下等人，这辈子都别想摸到星耀集团的大门，还在这里口出狂言，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。我看他就是为了在顾文面前要面子，连脑子都不要，以为在我们面前说两句狠话，我们就会信他怕他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姐姐，你是不是把你的疯病传染给他了？他怎么突然开始说疯话了？雨琦哥哥，你不需要为我做这么多，他们在我心里一点都不重要。就算他们当着所有人的面笑话我、嘲讽我，也根本不会影响到我。你不要因为他们费太多心思，不知道。没事的，文文，他们说我的这些话，我都不会在乎，只当他们是一群跳梁小丑。但是他们对你恶语相向，我绝不能忍。这次我必须要给他们一个惩罚，让他们知道伤害你的代价。顾文，你为什么那么虚荣做作，总是耍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小把戏？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陪他演，有意思吗？他只不过是一个开小卖部的普通人，有真本事吗？现在硬撑着帮你请演员、买假货、撑场面，说不定早就把家里几十年的积蓄都败光了，甚至还偷偷贷了款，就为了在这装模作样。我劝你早点认清现实吧。我的事情与你无关，不需要向你解释。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，我们是怕你走弯路，你倒好，一条路走到黑。等你跟他回了那个破家，早晚跟着一起还债。到时候吃不上饭，就等着喝西北风了你。可笑，放着顾家的锦衣玉食上流生活不过，非得要跟着一个废物去遭罪，到时候可别后悔。大家都苦口婆心的劝你，你还要执迷不悟，非要自寻死路。行，你爱去哪去哪，以后不要说是顾家人，我顾家丢不起这个人。你放心，从今以后，我就算在街上乞讨，在外面饿死，也不会吃你顾家一粒米，喝你顾家一口水。姐姐，你真的要容忍一个外人如此欺负我们顾家吗？我知道，自从你回来开始就一直看我不爽，想将我赶出家门。可在我心里，我一直是把你当成亲姐姐看待的，我从来没有想跟你争什么。但是如果你还是对我有怨气的话，我愿意离开这个家。但是姐姐，我求你，我走了以后，你千万不要再针对爸爸妈妈还有杨彻哥哥他们了，好吗？晶晶，妈的好女儿，妈绝不会允许你离开顾家的，在这个家永远有你的一份，轮不到别人说三道四。你看看晶晶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替你着想，甚至她愿意为你而离开这个家，而你呢，非和一个外人针对家里人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我怎么就养了你这么个白眼狼？晶晶，没事的，不要为这种人委屈了自己。他一个开小卖部的废物，怎么可能让星耀这种顶级财阀解除合约？是啊，真有的能耐，他还会在这儿跟我们逞口舌之快。我看他分明就是在装杯。顾文，你现在认错还来得及，只要你好好道歉，让他别在那装模作样，赶紧滚蛋！我可以保证让大家不计较你今天发生的事儿，留你一个体面。是你先出口伤人，先嘲讽他、诋毁他，凭什么让他跟你们道歉？哟，还挺横啊！那好啊，别光说不做，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惩罚我们。就是，我们都在这儿等着呢，求你赶紧打我们的脸，
让我们好好见识见识你这个小卖部的老板到底有多大的能耐，能不能真的把我们的脸打肿？既然你们非要作死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星耀集团1周后会在第1庄园开合作宴会，到时候我会和文文出比你们更优秀的作品，让星耀集团选择和我们临时合作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不知天高地厚的蠢货，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？能跟扎根多年的杨氏去比吗？啊！林雨琪，我看你是需要去看看脑子有没有什么大病吧。星耀集团是首屈一指的公司，选合作方看的是企业资质和团队实力，你连个像样的团队都没有，还想说取代杨氏？文文，你要相信自己，你的技术是全国顶尖的，银龙芯片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只要我们全力以赴，一定可以拿出让星耀满意的方案。你能不能别在这痴人说梦了？你知不知道一个产品从研发到落地需要多少资金、多少时间吗？你们就7天时间，连个框架都搭载不出来，也想取代我，简直可笑！两个疯子凑在一起，还真以为能翻了天了。我看你们到时候连宴会厅的大门都进不去。多说无益，1周以后，第1庄园见分晓。雨琪哥哥，我们不会真的要跟杨氏集团竞争合作吧？当然要去。他们把你害进精神病院，窃取你的科研成果，还敢当众羞辱你，这次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可是杨家在云城的实力那么雄厚，我们就是普通人，怎么斗得过他们呀？文文，在我心里，你一直是最优秀的科研人才，自信一点。星耀集团要的是真正的技术，又不是比谁的家底厚。你只要安心把技术做好，钱、人脉、资源，我来搞定。可是，文文，你可是奥智大赛唯一的金奖得主，是国家都需要的科研人才。顾晶晶那个小头，拿着你的科研成果包装自己，一次次把你往死路上逼。只要我们一起努力，一定可以把属于你的东西再拿回来。你说的没错，只要我们齐心协力，肯定能设计出更优秀的方案，狠狠打他们的脸。对了，这是我之前设想的 AI 交互方向，还写了初步的框架，你看看怎么样？文文，你也太厉害了，这套框架远超现在的技术水平，有了这套框架打底，我们再细化一下，一定可以拿下和星耀的合作。我刚从国外回来，最近公司有什么事情要汇报吗？沈总，下周公司会在云城第1庄园举办合作宴会，涉及合作签约，届时需要您出席活动。知道了，做得不错。对了，我妹妹有消息吗？沈总，这些年公司一直在抽调人力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查找，已经排查了20多个城市，目前有几个疑似线索正在核实，相信要不了多久就能出结果了。文文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过得还好吗？有没有受委屈啊？雨琪哥哥，星河的方案我终于做完了，你快看看。文文，你也太厉害了！这套人工智能的自主学习算法，不光智能度远超了国内现有技术，而且任何场景都能快速适配。这下应该没问题了吧？没问题的，文文，你设计的这套 AI 模型足够先进，也足够完备，我相信一定可以赢得星耀的青睐。姐姐，你还真敢来啊！上次你闹着要断亲，让我们顾家颜面扫地，爸爸妈妈在几大家族面前连头都抬不起来。现在星耀的宴会，你又上杆子过来，怎么？是还嫌不够丢人吗？顾晶晶，你少给我扣帽子！
我跟顾家已经一刀两断，你们的脸色也好，难堪也罢，都是你们自己咎由自取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忘恩负义的逆女，顾家养了你这么多年，供你吃穿，送你读书，把最好的都给了你，你转头与家人翻了脸，还让顾家人背后戳着脊梁骨骂，你现在倒死不承认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好了好了，文文啊文文，你怎么就这么糊涂啊？放着顾家的好日子不过，非得跟这种没背景没家底的人混，他能给你什么？能让你住豪宅，还是能让你在圈子里出人头地啊？你呀，这是把自己后半辈子的路全堵死了。林雨晴，你以为你做2身高仿名牌，就真以为自己是上流社会的人了？这儿的宴会是给有身份有背景的人准备，不是你这种人能随便来的地方。一群鼠目寸光的东西，我们这次来是受新药集团的正式邀请，你们在这选废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你说你们被新药集团受邀来？哎，怎么可能啊？新药集团岂是这种阿猫阿狗随便进的？我看他们8成是来骗吃骗喝的吧？哎，刘烨，这么说就是你的本事。我们林少啊，上次为了装逼，房子都抵押了出去，估计最近饿了上顿与下顿，想过来蹭点剩饭填饱肚子，也是可以理解的嘛。早知道现在混得这么惨，当初何必装得那么大义凛然，和顾家人断亲？没想到蹭饭也要来这个场，真是把顾家的脸丢尽了。文文，离开顾家，你日子一定不好过吧？你看看你现在都瘦成什么样了，眼下还多了黑眼圈。虽然你平时不懂事，也不孝顺，还经常忤逆我们，但你毕竟是顾家的女儿，只要你肯低头认错，再跪上3天3夜，我就跟你爸爸求个情，你还是我们顾家的女儿啊！陈贤茹，收起你那副假惺惺的姿态，你自己不嫌恶心，我都替你恶心。我离开顾家以后，每天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，过得充实且快乐，比在顾家强100倍。顾文，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，还在嘴硬，你非要跟这一个没用的废物过苦日子才开心吗？你怎么就这么不知好歹呢？杨彻，你少在那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胡说八道！文文这些天瘦，全是因为在熬夜做项目。你该不会真的以为1个星期就能做出什么像样的产品吧？别开玩笑，就算杨氏集团有晶晶完整的设计方案，从研发到落地也需要1个月的时间。就凭你1个星期能做出什么？不会是拿出点破烂来糊弄人吧？你们做不到的事，不代表我们做不到。没错，你们做不到，只能说明你们能力不够。顾文，你清醒一点吧！你以为你侥幸拿了什么破金奖，就真当自己是科研天才了？科研产品哪有那么简单？需要多少人员反复测验、修改数据、定制方案，你知道？你1个礼拜就能做出来？你以为我们是3岁小孩子那么好骗？被你2句话就给忽悠住了？虚张声是吧？他们要真有早拿出来，还在这里跟我们嘴。依我看呢，他们就是没做出来，想蒙混进宴会。我们和新药的合作，还轮不到你们来评判。你们自己做不到，就觉得别人也做不到，眼界窄得像针管。我看你们啊，也是一群乌合之众。姐姐，别再装了，在场的各位也都不是傻子，你现在收手，还能少盯点。我知道，1个星期完成一个完整的产品很难，但我没说这个星期我才开始做，早在几个月之前，我就已经构思好了这个产品的雏形，只是这个星期我才开始完善，完成最终落地。谁知道你所说的雏形是不是纸上谈兵，没有实际成果，一切都是白费。文文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爱逞能呢？这个是我们跟新药集团的合作书，上面有新药的公章，还有项目的核心技术说明。顾文，你随便印个什么 logo，就说是新药的合作书，
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在场的人谁见过真正的新药合作书？公章是不是真的？内容有没有效？还不是你说了算。你，我们一会儿快开始，我们没有必要在这群和我们不相干的人身上花时间。看你怎么收场！哈哈，杨嫂、顾总，可算是见到你们了。早就听说杨氏和星耀集团达成了战略合作，要是有机会啊，一定要好好的提携我们呀。以后啊，要是有能用到我的地方，你尽管开口。来，顾总，都是行业里的老朋友了，互相帮衬，那是应该的。这次和新药合作可不是件小事，得有能匹配的真本事才行。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和星耀搭上关系，有些人心比天高，只可惜没那个实力。刚才在门口的时候还嘴硬跟星耀有合作，结果一进宴会厅，连个敢搭话的人都没有，只能灰溜溜的在角落当个背景板了。有些人啊，就是爱装，以为拿个假文件就能哄人，现在进了宴会厅，怎么跟个透明人似的？刚才不是挺能说的，现在怎么不说话了？急什么？好戏马上开始。感谢各位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星耀集团的宴会，我代表星耀集团向大家表示热烈的欢迎。除此之外啊，还有一件大事儿要宣布，近期啊，我司已与一位青年才俊达成了深度的战略合作，未来将推出新的科研项目落地。与星耀集团达成战略合作的这位青年才俊就是林雨琦先生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林雨琦先生上台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星耀怎么会青睐这个废物？他算什么东西？星耀集团为什么会选择他？如果这是真的，那我们之前说的那些话可就全完了呀。别慌，可能是星耀集团的人弄错了合作对象，或者是他们拿了一份假的资料糊弄了张总。你们静观其变。待会儿他们拿不出实验成果，看他们怎么收场。感谢张总，也感谢星耀公司的信任与赏识。今天我能站在这里和星耀公司达成合作，我想说一句，整个项目背后有一位比我更为关键的核心研发者。这个项目的核心技术方向、底层算法架构，全是由他一人主导搭建的。可以说，没有他，就没有今天的合作。这位核心研发者，或许很多朋友都没有听过他的名字，但是提起刚刚落下帷幕的奥智大赛，相信大家多少都有些印象。他就是奥智大赛上获得所有评委满分推荐的金奖得主顾文。感谢大家的关注，也感谢星耀集团与林总的信任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与星耀集团合作的星河智能交互系统，大家请看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无论是家庭用户日常使用，还是企业处理工作，我们的人工智能都能无缝适配。后续有了星耀集团的资金与技术支持，我相信不出3个月，我们就能正式推向全球市场。这数据抓取速度太快了，我们现在用的系统出一份报告要等半个小时，如果换上这个星河系统，效率至少能提升3倍。这产品要是推向全球，一定是大有市场。除此之外，星河还搭载了自主研发的安全防护算法，就算是多设备联动，也能确保信息不泄露。后续还拓展了医疗、教育等领域的应用场景。顾文，你这个小偷，星河系统是你抄袭我的设计。顾晶晶，
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讲。星河系统是我苦心研究的心血，你凭什么一句话就把我的付出全抹除了？说我是抄袭的？空口无信，谁都会。你一口一个抄袭，总得拿出站得住脚的证据吧？还需要证据？你们没资源，没背景，在短短的时间就能做出如此的 AI 系统，正常人用脚去想都觉得里面有问题。你顾问一定是抄袭了晶晶的研究成果。没错，你们连个像样的团队都没有，突然得到这么好一个项目，怎么可能没有猫腻？文文，你就不要嘴硬了。晶晶从小到大都不会撒谎，她说你是抄袭的，你就是抄袭的。快，给晶晶道歉。我当初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混账东西？放着正经路你不走，偏学偷鸡摸狗的勾当，我们顾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没有团队还能搞出这么优秀的产品，确实有些可疑啊！不能空口无凭就说是抄袭吧？还是看完证据再说吧。证据在我手上，请看大屏幕。这可是星河系统最初的原始电子设计稿，跟刚才顾文说的一般无。顾文，你现在还敢说自己是原创设计吗？可惜了，这么好的系统，没想到是偷的。本来还想跟他们谈合作，现在看来连基本的诚信都没有。现在证据就摆在你面前，顾问，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我没有抄袭，是他偷了我的所有设计，现在反而倒打一耙。够了，顾问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？你不就是嫉妒我和星耀合作，故意搅局，然后站出来救场，让我高看你一眼？可惜啊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你用这种歪门邪道得来的手段，最终都会化作一场泡影。晶晶，委屈你了啊！这下真相大白了，没人再能冤枉你了。玉琪、顾问，你们提交的星河系统方案涉嫌抄袭，已经严重违背了星耀集团的合作准则，也辜负了我们之前的信誉。张总，不是这样的，您听我解释。顾晶晶她之前陷害我，窃取了我所有的科技成果，这份设计稿就是她故意加上水印陷害我的。顾小姐，证据已经摆在眼前，就没必要再找借口。从现在起，我将正式取消与你们的合作，拉入星耀集团黑名单。从此刻起，将再也没有公司与你合作。张总，仅凭几份存疑的文档就定我们的罪，是不是太武断了？我们的研发记录和测试数据都可以接受星耀公司的调查，只求一个公平。通知下去，立刻终止后续所有的流程，把他们的名字加入行业黑名单。是。还有多久能到？沈总，过了前面这个路口就到了。抄袭的事板上钉钉，谁来了也救不了你。张总，您快看啊，他们还在拖延时间，我看他们就想趁机逃跑，我们千万不能让他们得逞。顾晶晶，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卑鄙无耻？我没有抄袭，更不会逃跑。没错，张总，你们星耀集团是大公司，但大公司就可以不守规矩，仅凭一份存疑的文档就定别人的罪吗？混账！你以为你是谁？敢跟星耀讲规矩？今天就让你好看！把他们给我轰出去！要是敢反抗，直接动手！住手！吵吵闹闹的成何体统？这是星耀的合作发布会，还是菜市场啊？是。救命！救命！姐姐，救命！妍妍姐姐，快抓住我的手！小文，姐姐终于找到你了。
你当年被林阳走后，姐姐找了你好多年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顾叔，这个女的是谁呀？和顾文这么亲密，看来关系非同一般。顾文小时候在孤儿院待，估计是那时候认识的人吧。哟，顾文，这就是你找来的救兵啊？不过是一个孤儿而已，你还真指望着靠他翻盘？我告诉你，你抄袭的事情现在已经是板上钉钉了。就算你再找10个8个亲戚，都改变不了你被行业封杀的命运。我看你长得不错，奉劝你别多管闲事。顾文是抄袭犯，你跟他走这么近，小心保安把你给都分出去。看来这些年现在在家里受了不少苦，现在还不是到我身份的时候，到你多嚣张！如果我说，我一定要管。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？你不过是跟顾文一起从孤儿院出来的废物，也敢在这儿说大话？就是，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听不懂人话是吧？好心劝你别多管闲事，你非要管，非得跟着顾文一起在这儿丢人现眼。信不信我现在就叫保安把你们都扔出去？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可这么跟我说话？你是谁？你不是顾文那个废物姐姐吗？难不成你还是什么大人物？没错，我就是星耀集团董事长沈心怡。大家都听到了吗？他说他是星耀集团的董事长，我简直没有听过比这更好笑的笑话。你是星耀集团的董事长，那我就是世界首富喽！堂堂龙国第一集团董事长，就穿这么廉价的衣服来这个场合，这可能吗？你们做戏也要做全点儿。姐姐，你真的是星耀集团的董事长吗？走出孤儿院后，我就去国外创业了，吃了不少苦头，一步一步才走到了今天这个位置。接着给我编，顾文，你怎么这么虚荣？上一次让林雨琪陪你演少爷还没演够，这一次又找来个女的冒充星耀的董事长，你以为你这样做就能突出你的身份，让我们羞愧自卑吗？你这样做只会让我们更加厌恶你。星耀集团何等体面，董事长怎么可能这么年轻？就算你是董事长，身边怎么可能一个保镖的？我劝你们说话之前最好先想清楚后果，别等会儿后悔都来不及。我有什么可后悔的？他一个冒牌货，今天我就要当着大家的面揭开他的真实身份，顺便让大家看一看顾文是怎么找人演戏败坏我们顾家名声的。我闭嘴！沈总，我把云城区域交给你打理，你就是这么回报我对你的信任的？是我严重失职，我真没有调查清楚顾小姐被污蔑的真相，就妄下结论。我愿意为我犯的错误立刻向顾小姐、林先生当面赔罪，更愿意接受公司的任何处罚，绝无半句怨言。姐姐，我错了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我求求你原谅我吧。如果星耀集团一旦追究的话，那我们顾家就全完了。姐姐，你肯定也不忍心看着我和爸爸妈妈一起过风餐露宿的日子吧？是啊，爸爸和你之前是个误会，不过这都是小问题吧？爸爸年龄大了，以后家里的公司还有产业，迟早都是你的。是啊，文文，你能有今天的成就，妈妈真的替你开心。之前是我猪油蒙了心，对你有些误解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放我一马，千万不要放在心上。我们这几家所有的家产都和星耀集团绑定在一起，您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们几个破产呀！我保证，我以后绝对不会让你受任何委屈，以后加倍的补偿你。对，我们已经知道错了，我们以后会好好弥补你的。原谅你们，当初你们听信顾晶晶的鬼话，把我关进精神病院，让我遭受那些非人的折磨。我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奥智大赛的金奖，以为能证明自己，可结果呢？你们否认我的努力，一口咬定是我抢了顾晶晶的创意，还说我的奖杯是赃品。这些事一件比一件戳心，一桩比一桩恶毒。你们有什么脸祈求我的原谅？你
们这批人渣！传我命令，全行业封杀他们！我要让所有欺负过文文的人都付出血的代价。是，沈董，我马上安排。喂，你个混账东西！你是不是惹了不该惹的人啊？所有供应商刚才同一时间取消合作，银行也突然抽贷，公司资金链全断了。我们杨家几十年的心血，今天就要毁在你手里！你自己捅的篓子自己解决，解决不了就别回家，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儿子。顾晶晶，你这个贱人！这些年我真是瞎了眼，被你耍得团团转。杨彻哥哥，别叫这么拼命，我听着都觉得恶心。你偷了文文的手铐，还陷害她进入了精神病院，你就是个心术不正、心眼烂的贱人。沈总，小文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当年干的那些蠢事，都是这个顾晶晶逼的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啊！我现在给她划清了界限，求您大人有大量。不要终止和杨氏的合作，只要能保下杨氏，你要让我花多少钱做什么我都答应。杨彻，你当初不是你说的吗？要一生一世跟我好，怎么现在出了事就翻脸不认人了？杨彻，你这个没良心的白眼狼！晶晶已经跟你订了婚约了，她马上就要嫁进你们杨家了，你现在说绝交就绝交，你这是背叛，是忘恩负义！杨彻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再怎么说，你跟晶晶也是订了婚的，就算要划清界限，是不是也太落井下石？这么做太过分了。落井下石，在我们杨氏的企业面前，连个屁都不算。还有你们两个，最好搞清楚，是继续跟着顾晶晶，还是面临着被新药集团全行业封杀，还是等着公司破产倒闭？不如跟我一样，和他们划清界限，求沈总高抬贵手。张月、刘烨，我们不是好朋友吗？你们怎么……当初你们公司资金周转不开的时候，是我去求的顾家；你们想去跟星耀合作，是我去牵的线。可是现在，你们为什么一个个的都背叛？沈董、文文，我跟顾晶晶根本不是什么真朋友，之前帮她做事都是被她蒙骗了。再怎么说，我也是受害者，你要明察秋毫啊！对，沈董，我也是一时糊涂，才被顾晶晶这个贱人给利用了。我现在就跟他划分界限，只求您能高抬贵手，放我刘氏一马。你们这群混蛋！我要杀了你们！顾晶晶，你之前害我、背叛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有想到今天？现在这种滋味，是不是很熟悉啊？姐姐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欺负你，我也不应该偷你的设计手稿，我也不应该污蔑你。求求你，让沈董放我一马吧！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我给你当牛做马，给你端茶倒水都行，我求求你。当牛做马，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吗？像你这种卑鄙的小人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再给你伤害我的机会了。沈总，菲菲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晶晶，她还年轻，她不懂事，我好好教育他们。她年轻不懂事，那你呢？你一把年纪了，也年轻不懂事啊！你们顾家落到今天这个田地，全都是自作自受，往后你们的好日子就彻底到头了。顾文，我们顾家生你养你这么多年，你居然让我们家破人亡，你真的是个白眼狼，你会遭到天谴的！我行得正，坐得端，该遭天谴的是你们这种心术不正、作恶多端的小人。来人！干什么？什么？你干什么？
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小文，这张卡里500万，是一点心意，就当是你这么多年受的委屈的补偿，你收下吧。只要你能在沈总面前说句好话，不让星耀封杀我们杨氏，我们有任何要求都答应你，绝无二话。我也愿意赔偿。这是我名下云城一中旁学区房的房产证，现在就可以转到你的名下。我把我的巴博斯送给你，只求您和沈董能够通融一下，别断了我们的活路。你们觉得我这些年受的痛苦，是这些钱能还回来的吗？我一定尽力补偿，但你一定要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啊！机会？我之前被你们逼到绝境的时候，我求你们放过我，你们给过我机会吗？我一次次的原谅你们，你们却把我的善良当作软弱可欺，变本加厉的伤害我。这次我不会再给你们机会了，这些钱也弥补不了我的痛苦，你们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应有的代价。我已经让法务部收集了你们当年恶意诬陷、散布谣言、欺负小文的所有证据，接下来将会依法追究你们的法律责任。你们一个都跑不了！来人！不，小文，我俩两小无猜，青梅竹马，你怎么忍心呢？抱歉，刚才让大家看笑话了。现在我重新宣布，星耀将继续与林雨琪顾问团队保持深度合作，研发资金、技术支持将全由星耀承担，合作条款完全按照原条款执行。有了金耀的资金加持，我们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待，全力以赴推进项目。文文，走。爸妈，你们终于来了，我等你们好久了。傻孩子，我们怎么会丢下你呢？是爸妈不好，当初呀把你送回顾家，本想着你能得到更妥善的照顾，可没成想，却让你受了那么多的委屈。不过咱们一家人啊，以后啊再也不分开了。您是林氏集团林峰董事长。哦，没想到呀，还能记得我。当然，你们认识啊？林董是科技圈的前辈，星耀在刚成立时还参考过林氏发布的技术白皮书，受到了不少启发呢。哎呀，哪里，你看长江后浪推前浪啊！沈董事长年轻有为，把星耀做得那么出色，不是我们这些老东西可能比的喽。哎，您太客气了。我知道林氏集团向来低调，不愿意张扬家事，不然也不至于让顾家那些宵小之辈肆意作祟到今天。文文，这么算下来，我比你可差远了。你有个首富姐姐撑腰，我爸妈的那点产业，在沈董面前可不够看。哎，来，你多吃点儿，看你瘦的两下都没肉了。以后啊，妈妈每天给你做你爱吃的，把你养胖点儿。妈，你也多吃点，别光顾着我。好，既然现在文文认回我们，那大家也算是一家人了啊。往后呀，林氏和星耀可以多多的加强合作，相互扶持嘛啊。有林董您帮忙，不管是星河的项目还是其他项目，都能少走不少弯路呢。哎呀，客气客气。有你们在，真好。放心，以后我们也会一直陪着你。王总，我们谈的那个建材合作，顾总，别谈了，我们公司决定终止和顾家的所有合作，解约合同，稍后会发你邮箱。以后咱们也别联系了，跟你们顾家合作，我们怕被星耀封杀。王总，咱们有话好说啊！我们合作这么多年了，不能说解约就解约吧？你之前是看你女儿能搭上星耀的关系，现在被星耀点名封杀，谁还敢跟你们合作？挂了。
叔，二叔啊！顾亚峰，你看你干的好事，我顾家几代基业都将毁于你手。当初我就不同意你纵容顾晶晶胡来，可你一意孤行。现在好了，咱们都得跟着你完蛋。你有什么脸面对顾家的列祖列宗？二叔，我会想办法的。想办法？你能有什么办法？你就是个废物，连自己女儿都管不好。我正式通知你，你被罢免了。你个蠢货，简直是要气死我！要不是你非要和顾文作对，非要招惹沈星移，我们顾家能落得这步田地吗？我那不是想帮帮家里吗？而且，谁能想到顾文那个贱人竟然让沈星移帮他？帮家里？我看你就是个扫把星！当初我就不该把你捡回来。当初文文在的时候多懂事啊，设计稿拿奖，帮公司担下多少合作。他在的时候从来不让我们操心。要是文文还在顾家的话，我们顾家也不至于做到现在这个地步呀。现在想起顾文的好，当初是谁嫌顾文碍事，将他赶出顾家的门呢？现在出事儿了，反而怪起我了。你们两个老东西，果然打从心底里就没有把我当成顾家的人。我伺候了你们那么多年，还不如一个被赶出家门的顾文吗？白眼狼，我养了你这么多年，你居然能说这种话！幸亏我早有准备，早在3个月前，我就把家里名下的资产、股票全部转到了我的名下，包括你们现在在的这所房子，也是我的。你居然敢！这可是我们顾家的祖产，我怎么不敢？当初是你们心甘情愿的将房产证明交到我的手上，我现在所做的一切也不过是顺水推舟。现在，请你们滚出我的房子！来人！会长，我跟你拼了！我跟你拼了！这是我的房子，你凭什么赶我走？给菲菲打电话。文文，爸爸知道错了，是爸爸以前糊涂，不该赶你走，不该听顾晶晶的话，你原谅爸爸一次。我们现在顾家可亏了，你能不能再帮我们一次啊？顾亚峰，你当初把我赶出家门，看着我被顾晶晶陷害，被你们全家人排挤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这一点？现在走投无路了才想起我，把我当什么呢？文文，爸爸知道我以前不好，可是我们毕竟是父女啊。父女，你现在的下场都是你自己选的，跟我没关系。以后别再给我打电话了，我心脏。别怪我们，把文文给赶出去了。我们现在落到这个地步，是我们活该。错，我真的错了。为什么大家都喜欢顾文？我到底哪里不如他？我为顾家伺候了那么多年，居然连一点真心都得不到。都是因为你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顾文，我一定要毁掉你，让你变得和我一样，被所有人唾弃，身败名裂。顾文，当时我费了那么大劲收集了这些照片，现在是时候有他的用了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看到你的黑历史。
们是谁？你们这是私闯民宅！顾文小姐是我龙宫军方的首席科研专家，顾晶晶，你涉嫌侮辱国家重要人员，我们将对你予以逮捕。带走。哎，文文，怎么了？看你脸色不太好啊。顾晶晶被抓了，她也是得到了应有的报应。文文，还好你早有防备，要不然又要被这个小人反咬一口，毁了自己的名声。吃饭吧。